想象一下，我们上次去连锁餐厅吃饭，从进门到离开，到底跟员工说了几句话？点餐自己滑荧幕，结账是 QR code，定位用 Line，整个用餐流程可能只跟一个外场服务生对到眼3秒钟。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背后算过的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我们是一群在餐饮业里的观察者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你会看见产业趋势、国际局势、创业环境的真实样貌，以及 AI 如何改写这个行业。在我们算谁被取代之前，先讲清楚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是现在？餐饮业用机器不是新闻。麦当劳1948年就导入流水线 Kiosk 自助点餐机，台湾麦当劳2018年就装了，摩斯2016年甚至更早。但这2年情况不一样。2024到2026，AI 在餐饮业的扩张速度跟过去30年完全不同。3个原因叠在一起。第一，生成式 AI 变便宜了。OpenAI 的 GPT-10 mini 输入价格已经掉到100万 token 才$0.15。一间餐厅的定位缺霸，一个月的 API 账单可能只要$5到$50，不到一个工读生半小时的薪水。第二，缺工变成生存问题。劳动部统计，台湾住宿餐饮业2024年缺工超过2万个职缺，缺工率3.82%，7年新高。老板宁可花钱买机器，也找不到愿意做的人。第三，大型连锁开始验证 ROI 了。麦当劳、Wendy's、Sweetgreen 把试点数字摊开，投资报酬率算得出来，中型连锁才敢跟。先看餐厅的前场，客人看得到的地方，这里是 AI 攻击最猛的战场。点餐 Kiosk 已经是默认值，台湾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摩斯主要分店现在都是萤幕点餐为主。麦当劳官方数据，用 Kiosk 点餐的客人，客单价平均提升30%。萤幕不会给你白眼，你慢慢加可乐大薯，没人催。有2成本来不点饮料的客人 ，Kiosk 会让他们最后加上去。定位客服缺霸是第二波。台湾定位平台InLine 2025年7月推出 Line AI 小助手 ，Google Maps 也整合进去，显示哪间餐厅哪个时段有空位。真正的战场是 Drive-Thru。美国连锁一直在试 AI 接单的车道，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对照组。麦当劳2021年跟 IBM 合作做 AI 自动接单，试点美国100多家分店。结果2024年6月17号，麦当劳宣布终止合作，7月26号全部关闭。官方说想探索其他语音方案，但业界都知道真正原因。TikTok 上疯传的点餐错误影片，有人点冰淇淋被加培根，有人莫名其妙被点到260份鸡块。同一年 ，Wendy's 反而宣布跟 Google Cloud 全面推 Fresh AI。2023年6月俄亥俄州单店试点，到2025年初已经部署超过160家，目标2025年底扩到500到600家。同一个季局年，2个方向，这就是 AI 在前场现在的真实状态，还没成熟，但巨头都觉得不能不压。接着看后场，厨房里面，后场 AI 比前场慢很多，原因不复杂，厨房很乱、很热、很湿，机器容易坏，烹饪需要的判断比点餐复杂10倍，但已经有人在试了。第一个案例 ，Sweetgreen 的 Infinite Kitchen。Sweetgreen 是美国健康沙拉连锁。2023年5月，第一间 Infinite Kitchen 在伊利诺州 Naperville 开幕。整条沙拉产线是机械化的，客人下单之后，机器自动把生菜、配料、酱料按比例放到碗里，人只负责摆盘跟出餐。官方公开的数据很惊人，首年单店营收$280万，餐厅利润率31.1%，员工流动率比一般店低45%。Sweetgreen 自己讲，人力成本可以砍半，到2025年累计部署约25家。第二个案例 ，Miso Robotics 的 Flippy 机械手臂。Flippy 会炸薯条、炸鸡翅。真正导入的是汉堡连锁 White Castle，2020年起试点，2022年承诺扩展到100家。Chipotle 跟 Buffalo Wild Wings 也试过，但只停在研发厨房，没大规模进门市。第三个案例是反向的，鼎泰丰刻意拒绝自动化。鼎泰丰北美 CEO 杨爱伦2025年7月受访讲得很清楚，我看过机器包的小笼包，品质差很多，18折绝对不能丢。鼎泰丰只在送餐这类非料理流程用机器，核心包馅坚持手工。当人工记忆是品牌资产时，自动化反而是负面行销。所以后场 AI 现在的真实状态是，便宜的、危险的、重复的工作先被吃掉，需要厨师判断或品牌资产绑定的菜还很安全。
接下来是最少人讨论、影响最大的地方——管理层 AI。这些是消费者看不到的后台，排班、采购、行销、财务。AI 排班，国际上 Deputy 7 shifts 已经是标配，月费$30起跳。店长一个礼拜花8小时排班，变成系统自动产生。台湾这边，王品集团导入震旦云 HRM 处理排班，目前还在数位化阶段，没到全 AI。AI 采购预测失败案例反而值得讲。美国星巴克2023年9月导入 AI 自动化库存系统，结果不到1年，2024年新任 CEO Brian Niccol 上任就把它下架。原因是系统频繁出错，牛奶分不清，货架漏看。即使是全球最大咖啡连锁，也在试错。用借整体数据 ，AI 采购预测可以把过度备料降20%到40%。Chipotle 的智慧废弃物系统实测，6个月降低食物浪费35%。AI 行销米文案，餐饮业没有公开的全自动案例，但跨国品牌已经在做。Coca-Cola 2023年起跟 OpenAI 合作生成广告文案。中小餐厅很多店长已经自己拿 ChatGPT 下 IG 贴文跟简讯。这一段我特别想拉出来讲，动态定价。动态定价是什么？同一份餐，不同时段、不同需求，标不同价格。Uber 的尖峰加成大家熟悉，但餐饮业导入还算新闻。最有名的案例 ，Wendy's 2024年2月15号的 Surge Pricing 风波。那天 Wendy's 开 Q4 财报电话会议 ，CEO Kirk Tanner 公开讲，要通知数位菜单版支援 Dynamic Pricing。新闻一出，全美国炸锅。社群马上报警号 Boycott Wendy's， 竞争对手 Burger King 立刻推出口号 No urge to surge 反击，我们没有涨价冲动。大约12天后 ，Wendy's 出来澄清，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在尖峰时段涨价，只是要在离峰时段降价。但话这样说，大家都知道意思一样，只是包装文。这个案例之后，动态定价在餐饮业变成敏感词。那台湾有吗？目前连锁台面上没看到动态定价菜单，但有2个间接讯号。外送平台的尖峰加成已经是日常，定位平台 InLine 跟 Google Maps 合作的时段推荐也已上线，只是还没进入定价这条线。真正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出现，是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接受吗？那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，AI 到底在吃掉哪些工作？先看数据，台湾劳动部2025年3月底统计，住宿餐饮业职位空缺接近25000个，职缺率4.4%。但结构在变，虽然缺工，某些职务反而正在消失。第一批被取代的是柜台收银员。Kiosk 普及之后，大型连锁前场人力成本降低30%。注意，不是人头减少，是把人从收银挪到外场服务或厨房。第二批是电话客服跟定位员 ，Chatbot 接走90%。第三批是基层行销企划，文案生成、简讯推播，现在 AI 自己会写。但有2种人短期内 AI 动不到。第一是厨师，需要及时应变；第二是外场跑单，需要体力加及时 EQ。这2个职务的薪资反而会慢慢上升，因为机器抢不走，人变稀缺。讲完谁被吃，看谁赚到。赢家有3个层级。第一个赢家是拥有资料的大型连锁 ，AI 模型需要海量历史资料训练。麦当劳、Wendy's、星巴克手上有10年的点单资料，中小店家没有。研究显示，大企业 AI 规模化比例约1/3，中小餐厅多数还卡在不知从何开始的阶段。第二个赢家是设备商，美国 Toast、Square， 台湾 iChef。POS 系统加 AI 功能变成订阅服务 ，Toast 月费$69起 ，Square Plus $49，台湾 iChef 1950台币起跳。第三个赢家是 AI 公司本身 ，OpenAI、Google、Anthropic。连锁品牌每接一个 AI 功能，就是一个 API Token Bill。这背后最值得关注的是，独立小餐厅买不起。一台商用 Kiosk 机台，台湾6到9万 ，POS 月费、AI 排班、AI 行销工具加起来1年至少10几万。大型连锁负担得起，街角的面店负担不起。AI 不会让行业更平等，只会让巨头跟小店的差距越来越大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只讲 AI 多厉害，有些餐饮领域 AI 完全进不去。第一个是高级餐厅的 Omakase， 主厨当着你的面切寿司，介绍每一片鱼的产地。这个体验的价值不在于在主厨跟你说话这件事。第二个是米其林服务员的记忆力，高端餐厅的服务员记得熟客的过敏、生日、上市的红酒口味，这种人对人的细腻 AI 学不来。第三个是台湾老店夜市摊妈妈味。
不是技术问题，是顾客根本不想要机器做的肉燥饭。人情味本身就是商品。鼎泰丰 CEO 那句“18折绝不能丢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逻辑。所以 AI 入餐饮有两条清楚的分界线：可标准化的、量大的、重复的，机器赢；需要关系、需要情绪、需要故事的，人赢。中间的灰色地带，就是这场变革真正的战场。最后一段，从消费者角度看，接下来几年，我们作为客人会看到哪些变化？变化一，菜单会越来越会动，数位招牌会根据时段、库存、天气换内容。早上推荐热拿铁，晚上推啤酒，你看到的菜单跟隔壁桌可能不一样。变化二，价格会越来越浮动，动态定价迟早会进来。Wendy's 已经试水，离峰打折是好事，尖峰加价是坏事，但两件事是同一件事。变化三，服务会分阶级，素食、平价连锁几乎全自动，中价位半人半机，高级餐厅反而会强调我们人工，把人服务变成奢侈品。人服务变成奢侈品，可能是这场 AI 餐饮革命最没人预料到的后果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该怎么办？老实说，没有标准答案。AI 进餐饮是不可逆的趋势，我们能做的是看懂这个变化发生在哪，谁受影响，谁得利。像是去连锁店点餐的时候，留意一下哪些事已经没有人在做了。我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，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也在餐饮业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。